择了跛脚羊，没有什么太大摇摆空间。是的，而且你在这张地图选跛脚羊的话，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直接把过山车给废掉了。对，我一个龙直接把你给罩下来。对的。东玄这里的跛脚羊的胜率是50%，选取过10次。对的。可能又得摇摆一下了，因为守门人的道具还是比较厉害的。对，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克制到跛脚羊。是的。如果你去抓终点的人的话，其实木偶师的救援压力也不是很大。好的，进入比赛后面选择是找鬼屋的火灾调查员，已经提前往楼上去跑了。对，原地蹲了下来。小天赋点的是通缉以及狂暴。还有火灾的位置，果然想去藏一手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了。哎，并没有排到，是看到了鬼版的教授，但这边的话还是想去找火灾、啊，还是想找，觉得他就在里面，但是487已经灵性反走了，但往前走的话，感觉有机会看到脚印吗？没错，哎，上楼了，感觉脚印要消失了。而且耳鸣的话是教授这边给到的，对，但是跟出来脚印还是能看到。没错，但同样愿力值的话也是积攒了非常多嘛。没错，那487已经在板间做好博弈的准备了。这边的话，一个3板选择反手去打手，想打一个偷袭，没有偷袭到。小明这边是临时的一个反应过来，反应非常快，因为他刚才偷偷看到了东玄这个举手的动作。对。那这样子的话，第一个围龙并没有给到太大的一个伤害。对，这里还想要再来换节奏，爆点也非常及时。但这里的话其实是个空地，提前把道具交出来，一波弹射。这里可以跟过来，先把他手上的这个鳞片消耗一下。没错。这边的话，围龙消失，然后利用气囊的话，还可以再去进行一波转点。2个围龙是并没有拿到伤害的。跃龙到脸上，但是有点挡到了。对，拿到视野。先把围龙拆掉。这边翻的话，再来一波平 A。我想落地刀，对，但是还是有点难终结啊。没错，487这边也预判到了，知道你这个位置要闪现落地。对，而且手上是有飞轮没交出来。那非常可惜啊，一个2台半多一点密码机的时间接到了。其实前期拖的时间是比较久，但是因为是干扰到了2个人的破译，所以密码机进度的话还是不太够的。是的。第一波是安排小蝶带化血玫怪救人。看一下外围，小明这个位，小蝶这个位置过来，先变身，但还有个围龙的说法，再变一次。想说尽可能多消耗一点东玄的愿力。对的，哎，本来想说帮忙拆龙扛一下的，但是反应还是有点不够了。东玄反应更快一些。想多摊一下木偶师，这里打了一个双倒。感觉当时那个围龙是弄巧成拙，是直接把木偶师照过来了。对，照回来了，刚好视野暴露在脸上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打完火灾之后还能再去追一个双倒，非常赚这一波收益。啊，那手上。现在能找到吗？看一下距离，应该是能找到的。牌应该不难，对，这样的话直接挂到站台那个地方，还能再打一波收益拦截。对的。我这边密码其实比较偏多的那一台啊。是的。但小明这边来的也非常快。那东玄这里的话，直接平 A 吧，先把他逼出来。对，逼出来，那把围龙拆掉。那有一波无伤救的机会，但不知道还想要再拖一下时间，把木偶师的这个自己进度给稍微拖一下了。现在2人一起帮扛。对的。或者小明可以下场去帮扛也可以。如果是不下场的话，就想说帮拆一下笼子。我觉得就不用下铲了，现在就一个平地扛就行了。这边等到教授过来，看一下这波侧刀可以跟吗？这波错身位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扛完之后教授再来接力。看一下，推一层鳞片。对，技能是已经切过，这样子过板打吗？这里有一个盖头，还能再拖一点距离。手上的愿力是65，跃龙是能到的，但是这边要一个2口要好了呀。对的，而且密码里面就要压好了，他们都已经开始要准备开门战了，所以选择灵性过来找这边的节奏。但我觉得是得等一下自己的一个技能啊，这样子的话，上挂飞的火灾是换出去了。必须找这边的一个小明，小明的话是有铲子的。对，现在在与时间赛跑，因为刚才脸上是3个人的，对，光速击倒的话是有机会再去追的。再补上一个围龙，硬拖你一个铲子时间，转回来再给一刀。没错，手上是有传送的，看一下小果冻的位置。看一下这边把人挂上，了，门是能够，但是冲击到了小蝶。
哎，通宵点门的人是非常好的一个那个对于对，而且他还得先稍微排一下，到脸上的话有机会吗？木偶师在脸上，教授也在脸上，都不能追，他必须找火灾，对，必须找那个出来卡尔明的人，但能不能找到呢？感觉好像要撞脸了呀。对，这里又要看这个贴身博弈了，但手上还是有鳞片的。对的，还有一个鳞片，看能不能挡一刀。哎呀，可惜。但是挡刀了，其实也不好走，因为维龙愿力值这边没教过的。然后你队友如果说你得考虑说队友要不要出来接你。是的，是成都狼队他们求生者就天赋带的很大胆的，没有一个是带着很激进的天赋，全都是很稳的天赋，就跟你打硬实力。没错，对吧？化险为就带2个，我剩下来就全部都拿肉身来帮你扛。对，很自信说我们这样子了，基本上你也上不了车。对。看一下吧，就我觉得他们既然拿出结石的话，也是相信自己的一个操作嘛。首先，没错，对吧？得看他前期是要把这个娃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，直接往大龙的方向拉点来，看一下大龙已经往外拉了。这边是提前走，但是对娃娃是提前放下来了，能看到这个距离的。那前面是有一个交互点100窗的位置，小天赋是有带到巨前的，那这一把的话，这个失常很关键了。没错，已经拉点到了木马的位置，这边是进不到板的。哎，等出刀。添了一手，但这也是个单向龙。是，等娃娃放出来的话，看一下第2个尾龙这边找一个空地，那基本上。现在飞轮还没好哎。对。封路龙了，直接。基本上倒了，往这边转，基本上就倒地了。对。对，这就是问题所在了。那现在把人往这边一挂，然后手上有时长的话，小场密码机再踹一脚，那约等于说你娃娃没手密码机是给平替掉了。等于16就1台机子。对。看一下这边要不要选择先踹呢，还是攒一下愿力之后再踹？因为防一手无伤救嘛。对。还是回头盯了一下一花的位置，先下铲了。但其实愿力还是比较多的，可以打好这一波收益。对床来说也不着急。一波震颤，想要来一个无伤，但是直接架龙了。对，拿一刀。直接往马戏团里面去，但飞轮没来得及交啊。是。那这样的话，密码机其实加起来是2台多一点。没错，就现在问题就比较大了，就在于说没人可以保结师，完整依赖于教授这边去以前放一个鳞片啊，给到大龙这边看能不能说下野之后有一个抵挡的机会，然后再一个双人陪跑，把这个机子拖起来。还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点就是，你下一波再来救援的话，其实娃娃的进度也会比较少一点。这里是可以来逼一花下铲的。感觉月龙是把一花这边的一个铲子给骗出来了。我觉得现在结师其实不太能够保活的话，其实一花可以想办法去补一下状态了。对，还要补马奇吗？这边差点给到一刀，太冒险了吧！那这边虽然说一个无伤救，就等于帮你吃了这个伤害啊。是的，然后不帮忙扛，那我不是直接可以要去挂一下吗？我觉得可以，而且完全是知道结石的位置，我就可以再摊御灵的。对，先确定一下对，那不摊了，那还是把人先挂了吧。对，稳定先挂上。但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结石倒在这里，把人挂上挂飞之后，而且他自己机器人的那台机子才30啊。对，不太多。是69了台，应该是。2个人都在脸上。不用过来。对，已经在帮拆了。那好像说状态是已经打上了，所以说一时半会还是解决不了的。而且也没有人能够去说捡一下机械师的道具，可以继续破译。我觉得宠爱是有防他要去捡，是的。这个龙没有照特别大，还是有刀。对。那前面的话又是一个空地，围龙一照，感觉要倒了，不太能牵制了。对的。然后手上市场还在，这边脸上御灵的密码机就在旁边。哇，这局对于宠爱来说，感觉有点要多抓的样子了。是。优势特别大了。是的，这个人一挂上的话，愿力会来到80。甚至说我这边可以围龙过去踹，
然后再过来打一个手椅。你看，先去打手椅，他现在直接打手椅了，先骗一个，觉得节奏很好。哎，2刀都骗到了，对，再过来给一刀，太丝滑了这一手。哎，这里都还能再赶回去，再打一刀，有谁打谁了。是的。那另外一边的话，只能说让木偶师调转过来，但是我感觉，哇，这2个围龙。 现在密码机很不够，然后只剩下一个满状态，但是有化险为夷的木偶师，一花又是一个2挂，往外去牵的，直接把你卡到角落里面去，干啥都不行，你起来也知道你的位置。这波3岁把人救下来以后，一花得活到最后面把这台密码机给抢开。是的，直接摇路易，再回来拆。 还可以再架打他一个救不下来，过来直接把龙拆掉，对，离远了。教授那边教自己，但也救不了了。可以先打教授，是的，教授已把对已经教过了，教过了，就是在脸上这边竹溪也看到，确定一下位置，一个跃龙到脸上，到脸上吗？把人骗回去了，再跃龙过来。对，看一下这个鳞片怎么说，先交了飞轮，交了，鳞片还在博弈，互相。 啊，因为围龙掉了，所以说一个被动的0.25挡掉伤害了。对的。但他手上还是有时长的，他其实也可以踹。现在不着急，对于虫害来说，我就慢慢去消耗，对吧？木偶石这边我去消耗一下你的一个变身。对。哎，先踹掉也行。哎，改修密码机我就过来，对吧？反正你状态是不可逆的。 对吧？你虽然说可以磨这一会密码机，但是我时长了之后没法去磨道具。对你时长之后你是没办法第一时间修开的，那就给到我终结御灵的一个机会。刚才那台密码机已经踹过了，是知道进度的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再撑我接下来的这一波攻击。但是这边的话，教授没有去教自己的一个盾，那还能再周旋一些时间。是。有60的愿力。哎，愿交出来。还在玩。 这边哎，鳞片挡到了，挡到了。那这样的话是撑出了自己的一个时间。是的，这里只能卡板完了。还要再去周旋一个围龙才行。看一下这边故意拉。这里应该是有爆点了的，还敢修吗？还要抓骗到跟过来，骗到一个空地，那再次击倒，这边没有自起，另外一边密码机70多，感觉不太够，把人往那边牵。 还在脸上修吗？那这样子地窖他应该没办法了，看一下能不能出不了手了。对，因为当时他是回身骗了，是他反手去抓这个木偶石的一个动作，让绿林这边是走到一个空地上了。没错，而且3岁他也是必须要退让的，所以也是这一点时间。这局的这个跛脚羊比较近的，你封一台，我囚徒跑去另一台跌停中间的位置，脸上是佣兵。看下东学怎么携带天赋吧，是带闪现呢，还是带兴奋？ 对，但他这个选点的话，他倒是可以直接逮着囚徒抓了，因为囚徒跟空军的位置会离得比较远，这样子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，出生在独洞附近，小蝶已经往双11方向去拉点了。对的，这把带的是双弹飞轮。双弹飞轮囚徒就是真不太好抓，但是同样东玄这边也带了一手闪现嘛，还比较好的。对，愤怒狂暴也都点到了。然后一个翻窗过来，但是好像预判是他往外面走啊，现在的话身位拉得很开。对，往右边走，但其实人是往左边去的呀。脚印，刚才脚印其实也是往左边去的。没错，下一小蝶已经跟487碰头了。这一波不着急，还不着急，还不到开枪的时候。对，这时候开枪他就换抓了。那肯定，那肯定。对，现在的话还是可以让自己去牵制的。对。 而且手上的电也在，飞轮也在。那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现在已经快要1分钟了。小蝶已经把整个永眠镇逛了一圈，想回来电砸，这个地方撞，不行的吧？而且还给到一个记录了。那这边还有个睡板，直接把板子一睡，往上一跟，闪现好的。这个位置的话，电交过，有个飞轮，看一下能不能预判得到。这边抬板没有用闪现救人，把人击倒了，有个地下室不好说了。 这手电砸，我觉得太冒险了。不是太冒险，是这个距离不对。距离就不对，所以对更冒险了。看一下，还在跟时间博弈。
就如果说你想一下，如果说东玄这波带兴奋，我可能打到更快。就你电闸真的砸到的话，是吧？我直接 A 刀逼你那个。来看一下这边救援吧，佣兵弹下来，来刀，两边打到椅子了，好像打到椅子了，救，那选择帮忙，应该帮忙。那很赚了，对，能不能帮扛一刀？直接出吧，我觉得没问题。落地刀，就是对于东玄来说细节处理还非常好的，对，但也逼出了2个护腕，闪现过来给刀。那闪现逼出来之后，对于487来说就得到了一个信号，对吧？一个出动的信号。对的。这一波的话，古东手上也还有一个化险为夷，这个人选择再继续挂回地下室。那看一下倒地下室再挂出来，然后空军这把枪能不能去进行一个有效的 OB 了？这个人是得救的，得救还得保。对，不救的话，那这局真的就没得玩了。现在密码机不太够，有点崩了。对。再看到脸上的古东已经贴了过来，他其实可以卡在上面的一个位置啊，但是怕他直接交道具了，所以选择到下面来跟。哎，还卡了一下小的位置。不太好救了这个地方。我悬停。不够吧？完了。哎呦，那这样的话，下来再给一刀，这把就有点摧枯拉朽了，不太敢签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我就过来逼你这把枪。现在空军带着枪来，带着遗憾离开。对，因为他其实已经提前一步来了，就是说想让你救下人之后，我看这把枪怎么交，是吧？啊，那现在这个局面一下子怎么跑一个吧？想要怎么跑一个吧？得去让487摸点道具了，然后佣兵在脸上来卡一下。这个人是肯定是没法救了的。这个发生的太快了，都没办法去说是什么情况了。就约等于说你基本上地下室这一波，因为他当时是多修一下密码机，对，然后位置其实也是暴露出来的，但同样其实要去抢密码机也能理解。其实487这把枪交的是有点亏了的，他不交这把枪，他走不掉了，就2个人在地下室了。对，问题就是他吃刀了以后，其实立刻就走，千万不要再管，不要管飞行家了，因为他想的是东玄你签的瞬间，我直接把他给弄下来，但是东玄肯定会防的。对的。但好在他现在是摸了一根针，还可以再玩一下。看2个人能不能说运营跑一个的局面。对。虽然说有点难度，因为本身纪录员在的机子就很难去破译。是的。小米也摸了一个香水。跟着脚印走，闪现是好了的，有身位就可以直接闪倒了。往前2个人的位置都知道了。没错，然后这边的话往坡地转，手上闪现也不着急交。对。确定你空军进去了，那就放你进去了。小明的话，手上道具会比较多，可以在这边玩一下。现在东玄手上的输液也很多，所以小明不是很敢轻易去交互，先记录一点记录刀。他们现在也是知道，预判了你在下面，这么细。这个半空中的命中，感觉好像还没落地就已经烧这一刀了。对。这个情况是小明又没办法把他的魔术棒给捡回来。对。苦苦撑。的话接个彩板。到前面的话应该要交闪了。基本上不用交闪，这里有一个记录。有记录的，不用交闪。那击倒之后再往回，不挂。我想说往回牵。反正你们机子肯定是不够的，对，就留佣兵在地上慢慢自起吧。然后487开始上车了。对的，上车会给到东玄一定的迷惑性，因为这个耳鸣会持续出现，然后突然又消失。对，耳鸣消了。定了，往回走。感觉人应该是在独栋吧？对，就是会给到一定的迷惑性。但东玄好像是意识到了，他就是上车了。这边停下来了。这边有个翻窗记录的，看把枪堵住 ，A 刀有。这边的话护腕捡到了护腕。护腕对前面就，但是不好交这个位置，再堵一下。然后2个人碰头，我觉得可以直接签了呀。签了以后直接挂。
知道他在哪里，直接往里面追就行了。对。这一波逼迫挂人有个好处在于说你闪现交了。其实对于487来说，真要做到把这边佣兵给完整淘汰掉的话，是有可能性的。理论上来说是有可能的。好吧，这边一个记录刀。但预判他卡在里面还是有点难的一个位置，打到。是的，他现在就卡在一个比较相对的位置，东玄不太好进去，他得等佣兵淘汰了才能进去。东玄也是多排下地窖，他确定了墓地这边是没地窖的，然后也确定中场没地窖，那地窖只有一个位置甲门。是的，所以他要他是要从墓地的这个口子这里来打拦截，对的，把他往外面逼。前面的话有记录窗。抢窗抢到了，这边再记录但是慢分。但其实这一波是有一点身距逼近了，看一下护腕怎么交，得提前交啊。对的，过去了以后，然后还有机会去搏板，但佣兵淘汰很慢。先把板子抬起来。前面的话得去那个单板玩。对的，但是这边还有这里只有一次机会。哎呀，那没办法了。手上飞轮也没好，如果说飞轮好的话，可能还真有一线生机。是的，啊，已经可想而知要摆在哪个位置了，就让他在墓地里面单跟你玩。是的，而且墓地还有一个长窗的一个点位哦，有点难处理的。对虫来说，我觉得带一手兴奋会好一些。其实长窗是一个很关键的点，所以看一下宠爱他接下来，有没有可能带，比如说像张狂和风窗，或者是风窗挽留带兴奋，因为破轮他的打法也是比较多的，多变性很大。对，就我觉得他是有很多选择。看一下这个点位，让他建员，晋升还是比较快的。对，想起追时间更快。对，哎，第一根刺给到了，一个夹子预判一下走位，没有预判到。对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逼近单板之后再去变身，而且还把一个球给逼了出来。是的。这里的话要点到了，这球还是在 CD 当中。是的，看一下。前面的话要用夹子来封路了。对。哇，那球其实都交的比较快。魔球封路，那这样子的话，给到自己一波转窗的机会嘛？是的。极限一个但是被夹到了。我的天，马吉100不到。那这样的话会逼迫前锋是被迫要提前过来就位的。但这种就位的话，我带了一手兴奋，还通缉到了小天赋的话是点到了愤怒、息怒以及通缉的。但这个点位还是比较好，这里是一个长窗。那宠爱的话可以一直在这里顶住，你如果敢翻的话，你肯定是必须要上一根刺的。是的，然后到椅子前的话，可以直接交个甲，稳定拿一刀，没错，开启自己的更多的存在感。对。然后前面长窗的话有一波交互机会，夹子没封住，他选择翻窗过来，还预判了他可能要闪现出来。对。然后一波变轮，再过来跳球拉距离，再回到墓地这里来，两个人一起的话，其实尖刺可能点到了，一个变身，金身交出来，直接换抓。其实也不着急，我可以选择挂也可以的。挂的话就吊你外面的人再过来，对，再过来救援。刚刚是脸上突然间移情了一下。对，移情了一下。那要选择直接救？直接救的话，就有点刷这个淘汰进度了。没错。都得交道具。哇，那节奏不是很妙了。我觉得他特地打这一刀有个好处。他可以防前锋。其实我觉得宠爱他真的有时候细节他真的是抓得很死的。是。就他是没有去用那个悲观嘛，他是直接去打一刀。这样子的话，前锋他是有一个被夹子命中的机会的。对。然后选择你继续 OB 的话，我这边再给你上多一个。接下来前锋身上刺会比较多，一旦下来他就只能逼球往外走。对。那就只能去角落了。还要捏夹逼你，但是其实这里已经要倒了。对。因为下来的位置不太好。对，就我觉得宠爱他这个真的是非常细节的一个处理。压迫感太强了。他把人再挂上，心里的话也在脸上。是的。这个人已经是一个2挂的节奏了。对，但一来一回的话，也是给学方这边拖了很多兵马机嘛。对。然后一个单窗的位置对于一化来说压力不是很大，尖刺没上到。
只是现在求生者就靠着这个长窗，把这个命给续上了。对，这是目的唯一一块救命窗啊！对，等你一个变人，然后下来之后一个秒夹，看想帮扛一下吗？没有扛到，但是也是灵巧的躲掉了这个夹子的命中范围。对，翻过来有一个撞的机会，帮忙队友再翻回去。这边的话只能变轮了，只能变。对，那再上多一根刺，直接打断移形。是的。但现在兴奋是好了的，其实是可以直接签，不用担心的。对，因为他必须来试。是的。你必须的技能的话，你后手不好续节奏啊。对。不然的话，你到时候兴奋期闪现了，外围或者说不好去给这压力。你现在差一整台多密码机啊，你知道吧？就对拳方来说，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难题。所以你看着打了这么久的团，但是效果只是弥补了16的不足而已。对的。那底牌已经切成了窥视者，玉林这里左位躲掉第一个夹。对。感觉得交电了。交电，前面还有个夹住，有一刀。这边的话，已经窥视者要去管密码机，那这样子对于崇爱来说就是控场。开始控场，对。这边再绕回来，你还敢来密码机？那这样子就把你直接压在这台遗产了呀。对的。看一下，尽可能往外带吧，然后也注意到角落有一个3岁想要去补那台密码机。带走，我可以选不挂。是，这边插眼继续出去找心理学家的位置，找前锋也可以，前锋已经没有道具了。但这边是有一个连线的说法。先踩，把你往外面赶。这台是比较多的那一台。没错。想要直接去打一个控场。心理学家刺也比较多。3根刺，索性我不拔了。对。得看这波飞轮和夹子的博弈。但这里板子剩单个，而且只有一个窗，其实没太大博弈空间，走空地基本上就倒了。对。飞轮躲一刀，稍微再拖点时间，往外扭，往地图边缘带。这边真的是燃尽了，就是仅凭一个走位加飞轮拖了很久时间了。对的。现在再出来找一个交过自己的囚徒，囚徒的话得躲好一点。已经开始压了，但是脚印是看到了，直接开启尖刺。二姐也好了。飞轮没好，但是可以电掉。电掉。弹夹又夹到了，我的天啊，这么准！而且密码机已经拖出蛮多时间了的。对的。现在只靠一个前锋，感觉不太够啊。心理学家自起是到了50的。他现在可以这样子骚扰前锋，逼你这边心理学家自起。我看有没有机会把你击倒。对。硬追也行，硬追的话，心理这边半状态起来了也救不了人。对，反正囚徒的自起是已经交过了的。没错。这边单窗又来到这个窗户了，对，熟悉的窗户。在前面的话还在躲一个夹，躲掉。板区的话是一个非常极限的单板。是的，但可以依赖前锋的快交互，直接把板子下了。这里的话还能再博弈一下，插眼，就翻过去就倒。看一下，还能再搏，甚至再搏，还在活吗？啊，就搏不了。可以了。基本上来说，翻一次就倒，但他翻了2次。牵制很长时间了。对。那这边囚徒是没自起的，只能让心理学家去摸囚徒，然后。那囚徒这个时候起来的话，给到宠爱的一个信号就是我张狂，你要摸40才能起来。那你们的位置其实大概知道，也能够确定你们密码机根本没修多少。对的，那一个直接捏倒。捏倒，这边之前教过，对，对宠爱来说都是名牌打了，现在，不然往外面一挂。哎，选择。现在玉林的位置很尴尬。他知道你马级亮了，对，人的一个位置是能确定得了的。反正我不能机动性那么快啊。对，有耳鸣了，直接往这个 S 板里面排。你还是看得到碎片这里。迟早的事情。对，那再撵过来飞轮规避了，是的，想要电砸。哇，今天的囚徒很想玩电砸。好吧。是的。我可以不救。投这个阵容的话，也不是很舒服。但地图还是蛮适配的，胡景琛路头。得看一下他第一波的一个击倒，快击倒了以后，还得主动出去找
新的节奏，一定要把外面把。没错。那次就位的话，也是直接就位了。看是找脸上的心理，还是找小木的火灾调查员？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，底牌挽留加闪现，直接是往小蝶的方向来了。看一下两勾赶路，但是跟上这个脚印，然后把小天赋是有带到拘禁狂的，先给了个2楼落地的夹子，不让你绕这个，直接把这个点位给封了起来。对，那这样子的话，看到小蝶这边有一个转点非常灵活，是往这个后面去转，去给你卡双。但这一波的话，可能要贴脸了。有拉近的说法。对。感觉平地是有机会拿到，先封一下。看你这个加速好像不太对啊，有飞轮的应该能判断出来。那对于全方来说，像小蝶来说的话，它其实就是我每一波都吃你的钩子，然后再吃刀就行了。对吧？就3刀稳稳给就好了，不要给真射。这样我就哇，这个一个隔板，但这里闪现没好。对，飞轮躲得非常好。是的。也算是化解的一个技能嘛。没错。那这边的话，有抽刀的说法。抽到了。那钩子的话 ，CD 也好啦，这边单通道。直接闪现过来，跟距离不太敢翻啊，直接敢翻的。翻不翻都倒了。我的天，是的。但这个少一个插刀。但存在感又会给的多一些。那通缉是直接通缉到了大副。对。但整体密码机的一个节奏的话比较平均吧。对，那看大副这个走位的话，应该是他单救了，所以东玄可以压得深一点，直接过来救援。空勾了，空掉，有机会贴脸来摇表了，而且他表其实还捏得比较死。但是看小蝶这个淘汰进度不太对，又觉得你没贴过来，也给无伤救了。双人的一个救援，我觉得是亏吃亏的，对，密码机进度是不动的，而且你没有化险为夷，拖不出这个时间。但我觉得他们也是保稳吧，就是毕竟就是可能会怕救援上面被拦截，总比你救不下来要好一些。是的。对，但通缉是还持续在的，只能摇表来拖这个时间了。这也是个单向的通道。但是小明这边一个灵巧走位躲掉了一勾。对。那直接一个无伤救援，再接摇表，把化险为夷给交出来，拖一下密码机一个时间。因为又空了，连空2勾，但一个过板刀是拿到了。是的，那这里还看到了火灾调查员的位置。那这个人淘汰掉的话，密码机加起来也就是3台整的样子。对。这边是往这边挂。对，小明还顺势摸了个护腕出来，再看到了487的位置。外开始去找第2手节奏，现在2阶是已经开了出来，心里一个人就已经把2阶开完了。对，有耳鸣，想要排一下。是的，这边能确定到海边密码机应该是有动的。是的，都不修了，还是有一定的赶路速度在的。没错，来这边的话，招人去大船了。对，脚印是露出来了。看一下大船的话，可以放夹子先封一下位置，对。这个夹子可以封住1楼，也可以封住窗户，然后再看下中场密码机。但对于东玄来说，虽然说赶路比较快啊，但现在密码机也是一点点损耗了。还在找外面的人。对，而且小果冻在旁边经过是时刻会给487爆点的。对的。但现在终于要晋升了。脚印是排到。对。又空一勾，那我以为这边感觉得出去，对，得出去找一下节奏了。他得一定把海边这台密码机给守住。对，他一定要逼到前方多开台，不然的话他是没有一个真胜面的。又空一勾，好急啊！东玄，这局大家都在走位赌啊。对，这边东玄是预判了一下往前走的一个位置。是的。翻过来的，而且果冻他其实道具也捏得很死，不轻易交的。就给你一刀没关系。那这一刀一给到的话，其实密码机就已经都压好了，还能骗出一个传送。但是密码机开错了，这里应该是开的远，这里哎呀，但是飞轮规避了，现在脸上487就跟你在这里玩。对，也行。因为这样起码我保平了。我能保平，我能接受这个保平的，你就让
你的求生者去争。对。但如果说想争胜来说的话，密码其实开错了，就是这个传送应该是海边先开，然后另外一边压。但他们不确定嘛。对，但是当时传送落地的时候是发现当时其实48想开密码机，但另外一边已经提前开掉。开掉了，对。那也是保平，反正也可以。就完全也可以接受什么？我可以接受换挂。你把这个人硬保走 ，OK， 我换挂，我开2阶，你接下来又要怎么去救这个人？没错，他的目的是开2阶。是。他只要2阶开起来之后，其实求生方就很难去进行左边的火灾调查员，右边的冒险家。是。因为宠儿硬留一个的话，他甚至可以先带张狂，我就摁追一个人。可以。这个天赋怎么带都行。都行，对，下一次太好了。只要挽留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，这一把宠儿带的是底牌挽留加闪现。然后这一起这也是往这个双11方向去走。脸上有谁抓谁了。对。哇，他还带了幽闭恐惧。怎么稳怎么来。已经做得很防范了。是的。对，先提前把窗给你封住。大龙这里已经是知晓了，感觉这个气囊得提前交了。对的，很细节。直接交出来，往外面拉。这里是一个3窗的位置，还可以翻出去上小船。道具还是逼得比较快的。对的。可以再把密码机给封了，然后再去换人。对。这个远程是给他叠到4点啦。就靠这个建筑绕了。翻窗的话，可能蜡会上的比较多。没错，哇，前面这边蜡很多，把它撕了已经。感觉第1刀可能会来的比较快一点了。这里是有机会直接闪现打的。闪拿1刀吗？等一下看一下，这边续不上蜡。直接叠满100，那还可以，还可以接受。对。前面拿1刀也有风险，那个蜡快掉了。是。看一下这边。转到海边去，还有板区，但闪现也是好的。在手上的话，还有一个魔术棒没交出来，很干脆交出来。直接往海边挂，这个地方的话，来救人的压力会非常大。太空旷了，没有一个比较好躲的点位。看一下，樱花是带着50的输液过来的。这里排点排的非常快，已经是知道你。人是藏在这里了，其实他已经不好救了。对，因为你输液是完整的挖出来，对，可能是前面爆了点啊，所以说知道你人大概在附近，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换位。而且你一往外走，我肯定知道你另外的人是要来救的。对的，2个人同时过来，但对于宠儿来说，来的人越多越好，因为现在的话，你这样子密码就停滞了。而且玉林已经是过半了，我下来我打针对也是可以的。对的，然后手上。站这么远吗？怕被换走。对。但是你要换的话，其实你赚的呀。不着急换，其实。对啊。一刀，打在椅子上。哇，得少了一个存在感。对。我觉得可以拿这刀，没问题。对的。这样子的话，让他去换位也不是那么舒服。还是没办法逃掉。对，但是你陪跑的话，可能压力会更大一些，因为你倒我是可以接受把你换掉的。下来的话，紧盯玉林这个上挂飞，先把窗给封住，然后从上面的缺口往下赶。对，但这边还有点没有丢失视野，还好，脚印看到了。现在2个人接头，再跑到脸上来吸，但其实小罗加西蜡师的输液还是比较有压力的。对，有风险在。但这边大船其实是已经拖了非常久的时间，看密码机这边已经是。来到一个最后2台了。对，玉林还把自己的魔术棒给交掉了。那这边是一个挂飞的状态的。那得3个人一起来的话，密码机就只靠冒险家1个人了。对的，这边进板感觉定住啦，定住换位，换走不让你打。但解蜡还是有点时间的。对的，这一波算是把节奏给扳回来一些。看玉林这边板子博弈的话，必须3血把它换出去。板博弈很稳，3血根本不下。是的，又给一个砸头。看一下密码机的进度，2个20了。对，现在密码机直接闪现了，不跟你犹豫了。对，因为我只要稳定淘汰1个，我先把这个胜局给保证下来，不能有这种
风险的存在留在这个对局当中的。是的，是的，而且这个人还是个上挂飞，其实要击倒还是比较容易一些的。没错没错，但凡他还有一挂，其实这波还真不好说。是的，真有一挂的话，那可能真不好，真的就有翻的机会了。对。那下来就是再逮着一个人追就可以了。对，这边也是注意到大龙的位置了。哦，手上还有一个安全气囊。但是地窖的话不在附近。把它先架在里面，隔着建筑物给它上到很多蜡。现在，哎呦，这里上了，这里可以上这么多蜡，这太舒服了吧？对，直接过来的话，可能要把自己给不着急啊，我这边是可以隔着这个墙对，隔着上蜡的，对的。92。我先把气囊交了，往外弹，挡一下，对。但是这里过的话，感觉可能要定，对。一刀，那基本上是没办法转走的。是的，外面2个人是在补充状态。那这个人其实我可以往海边挂呀。已经补好状态了。应该没有太多想法。但是在门口望一下。对，这个点位是没太多想法了。是的。但是最终双方打成平局。那最后也是恭喜成都狼队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。这确实也是从第一回打出节奏的，他不是在追上。就我们会发现很多选手他的追击时间都很快，但是呢，可能也是中间会被拉扯，他反而是赢的局是靠什么去赢呢？哎，我是靠中间一波手椅，对吧？我里外2个笼子一封，把你这个人拦住了，断掉你一波救人的节奏，或者是说，鬼屋的魔术师已经桥上的大副，这样的话旋转木马这个位置还是要去抉择一下，因为这个木偶师，可以追是可以追，但是就。这个追击选择找一下鬼屋的魔术师啊。是的，先往鬼屋去排了，还是觉得木偶是太难处理了。不过魔术师的话，因为鬼版的一个板区比较密集嘛，所以对于跛脚狼来讲也没有那么好去追击。对，而且前期的话，因为这台密码机是被封禁的，所以在这边牵制的话是不会拖慢求生者的一个密码机破译进度。大家都知道啊，牵制跛脚狼的话，你最好就是找板区，不停的跟他绕。这边的话是求稳，连着下了3块板，而且都踩掉了，还没有进入到一个真正的博弈上。哎，这里是直接先交了一个魔术。哇，他这个魔术棒是有预判到监管者放龙，还是很秀的。文盲小迷这边反应也很快，接第2个笼子拿到1刀。是的，这里的话运力也是够了。前面可能有危险。哎，但他的话是提前放了一个魔术棒。但是身位的话还是很接近，这个点位留下板了。哎呦，稍微有点慌张，这个飞轮没有交的。挡到刀，虽说是交的有点早了，倒地了。而且感觉奈奈那边是全程都在预判，他觉得梦幻小迷可能会从笼子的另一边钻过来，是的，所以他是放了魔术棒，然后往中间去靠，但是梦幻小迷却没有这样做，就是肉眼可见的压力很大，导致他可能操作的有一些着急了。这里的手椅看一下，已经是找到大副位置了，能不能击中这一刀呢？在笼子的边缘不停的去架住身位。对于大分量，只能去等这个笼子消失。第3段表，哇，很秀啊！这波的话也是完美的卡半救下来了。下来之后，其实奈奈那边也还有一些牵制的空间。对的，求生者现在这个节奏并不是很好，看看这个26能不能给到一些时间。哎，魔术棒交出来反应很快，这边去假拆，不停的骗猫小迷，这里没有拿到这一刀。对，那这个笼子的话就要掉了，还得交出来下一个围笼才行。最后一波的愿力还是精准的击倒了。那2分钟进入到一个2挂节奏，还是监管者会略优一些。而且现在的话，星河其实就在脸上，直接选择来卡着，但是被通缉出来了。哇，其实这个大地图对于求生者来讲，它这个密码机的破译速度确实有点慢的。你看到现在多了一个要跑图的时间，对，才3台密码机还没有亮，而且这一波是没有化险为夷的。看一下魔术师应该是比较难活的。下一个这个地方用的板子也是比较多了。对的，3台半轴的密码机。对于现在的求生者来讲，他们只能去打一个缓慢拉扯了。但是这个大副状态是比较危险的。
梦幻小迷的话是有一个切传去找节奏的一个说法。大夫这边想狗过去，看有没有这个说法。知道人在脸上，但是不知道他具体位置。应该意识到鬼屋里面有一个人，然后看到3站这边有另外一个人，所以先去找一下3站的花瓷。是的，不过他是一个满状态的木偶师。花瓷这个位置的话有点危险啊，在这个2楼站台上是有可能会被打落地刀的，不敢翻。这个地方的话，其实落点不会很好。对，焦路易去顶掉一波笼子，但是第2波笼子马上就来了。这的话可能还是得加步技能。是的，梦小迷选择我硬打。哇，现在愿力确实涨得比较快。想去找一下小迪，把他们的状态都给他打掉。打控场，然后你一会儿救人的话，可能就不太好救了，而且现在密码机不够。因为他现在手上有闪现嘛，他是可以秒人的。哇，这个笼子精准的预判了小迪的位置，而且还把飞轮骗了出来。对，因为他的话其实也是防了一手。是的，受伤的一个双 A 老友，但是这波闪现有一个比较大的失误，是很帅，但是闪现没有闪好。不过走一个8字熟练度相当之高。感觉梦幻小迷这个跛脚人的熟练度在这2周是提升了不少，特训了，这个熟练度应该是，即使在闪现失误的一个情况下，也是立马找到了破解的办法。对，4舍5入的话也是没有失误。那现在花瓷是已经卡过来了，主要是密码机的一个进度差的还是比较多，对于还差半台。对猫小迷来讲，他有充分的时间去打一个手椅。这里的话是不着急打的，想弹震慑，还是让快点没开了出来。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密码机的一个问题了。是的，哎，这边是直接起了一个盾，小迪很秀，极限卡了一个盾。那密码机的话其实也还差一点。就是这边再击倒园丁的话，还是能够去上挂的。是的，因为他的话其实这个时间是撑不过一个密码机压好的时间的。对，所以这边园丁会被2挂。不过对于求生来讲的话，刚才那一波救人是非常成功了，已经拖到了一个密码机压好的时间，所以现在可以考虑说去走一个。对，梦幻小迷这边也是选择一个挂远，然后木偶师那边贴过来也还需要一点时间。对，而他是可以把木偶师打飞的，木偶师毕竟他教不了路易了嘛。现在得看梦幻小迷他排木偶师的一个点位了。是的，这里的话花痴也是非常的小心翼翼，对吧？慢慢的从底下爬过来。对。从有障碍物的地方摸过来，想去漏这波视野。但是莫小迷这边有2个笼子的愿力，他可以一里一外把人卡在外面。但是这边的话，其实已经贴到椅子面前了。哎呦，感觉这波让救下来还是有点亏的。不过他手上愿力很足，看一下这个追击，焦尸具还是没有挡到这一刀。莫小迷把木偶师成功击倒，手上有传送的。是的，而且这个时间的话，其实小迪那边也是刚刚赶到桥上，星河也还没贴上洗铁门，还有传送在手。舞台非常大，梦幻小迷这把的话3还是4，有没有说法？2连龙直接赶到桥上，找到了小迪的位置。已经看到脚印了，就看这波处理小迪的时间。这个笼子放的稍微有点大，补了一个短龙，把他路给堵住了。一个飞轮，这熟练度，柏林外的一边的门应该是能开。传送过来的话没有关系，有怀表还好。但这把的话，其实可以3抓，我觉得也是依靠他个人的一个速抓能力。是的，这把的一个节奏还是比较好。对这把，这个羊的话该拿还是得拿，而且他这把毕竟是奔着3、4去的嘛。那如果说我的一个节奏综合来讲比较6边形的角色嘛。悬点方面的话，他们是把大副放在了起点旁边，然后园丁放在了桥上。哎，那这把的话可以多一个选项，对吧？这个园丁的话是可以考虑去找的，因为你前期拉点的话，我走过去刚好可以等你的盾去消失的时候，再去进行我。好，还是选择往鬼屋里走。那这里的话，飞行家是没有选拉点，而是一手进步藏脚印。这样的话能骗白鹿，他可能已经拉点了。哎，要藏在这个门后吗？哦，还是没有，翻还是下去翻下去了。感觉还是藏在门后的一个风险会比较高。对，万一被看到就行，就炸了，苟不住就爆了。是的，这样的话，第一波的一个道具也是交出来，看这个笼子，哎，有一刀机会，直接把悬顶刀了。是要吃刀，感觉亏啊，亏大了。这什么都交完了，而且现在可能这个道具还出不出来呀。说实话，哦呦。因为他这个交法的话是根本交不出来第2个飞行器的。知道白鹿为什么追击局用时那么快了吧？ 40秒，这熟练度太高了。
的天呐，确实是压迫力太强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可能对于求生者来讲，这个节奏比较尴尬。而且现在的话，难过来只要说能够摊到他的一个状态，那这把其实整体就冲着一个4抓去了。主要是你来的很早，你卡不了多少淘汰进度。你看现在才开局1分钟，你马上就要把人给救下来了。是的，直接打到了飞行家。那这样的话，可能就是一个1分30-40秒的一个2挂。现在可以去摊一下男的节奏，因为他这把是要去争多抓，争到的话，你得去从这个手椅上面拿机会。摊到了。就看他能不能接着找到陈某人了。陈某人那边是交出来了自己的飞行器，但感觉这一波是很难去勾住的呀。他就往这个方向交一个笼子过来，就能锁定你的位置。不得不说，白鹿的话，他的这种操作以及思路真的是太清晰、太强势了。密码机现在2挂，密码机现在才2台半，但是陈某人已经2挂了。开局2分钟不到的时间，已经上了2挂。而且还通缉到了这边的一个木偶师，不过这一波是让园丁来救人。这里的话已经看到了脚印了，是的，直接起盾过来。对于白月来讲，他现在就是稳扎稳打，先保证减员就行。是，然后可以去摊一下园丁的节奏。没错，救人的时候只要摊到任何一个状态都是赚的。是的，这里的话再交出自己的飞行器，但是感觉还是要倒，飞轮也被骗掉。现在倒到了终点这个附近，但是终点其实也还有一个木偶师。主要是到目前为止技能也没有交嘛，那你可能的话，最后这个密码就差的比较多。上挂之后的话，差一个将近一台多一些吧。但通缉到了一个大副，直接就传送，对，直接过来想找大副的节奏。哎呦，这边想一个秒龙把大副给处理掉，不过这个表还是摇了出来。但是只要我等你这个怀表消失，你这个大副就肯定牵制不动了。但这里的话，其实也是很难去藏得住的。白鹿还是第一时间没有找到，感觉大副跑掉了。这样子的话，反而是说有点像让了一个技能，让了一个节奏。密码机是有机会继续去修了。对的，看求者这把的话能不能接着拉扯。但鬼板这个人的话，现在压力很大，毕竟他是一个半状态的园丁，只能去硬苟一下了。我觉得不要太指望去牵制。躲在这个外面，但是好像被听看到了。没办法，毕竟是个半状态，会漏脚印和呼吸。这里的话又是一个铁板龙，进不去板区啊。还好是下板秒拆。那前面阅历还是比较多的。再继续拆。很秀了这一波。对，其实这波的话吃掉还是挺多阅历的。是的。但是可能也是牵制不了。卡住了一台30的密码机，外面紧接着修，已经到60。但承载这边是有一手化险为夷的，而他的位置还是比较神秘的。但感觉白鹿刚刚应该是看到了，就是有一波承载他漏了身位。这一波感觉应该是不守了，可以直接去找远端的一个大副的密码机啊。那传送的话还差几秒钟。一爆点说要去找密码机了，南那边已经撤退了。那这边的话是一个佯攻，还能回来再守一下乙，而且他可以等一下那边修机的时候我传送过去。就只要你碰的时候我再传送过去，现在还是有时间去处理一下这些求生者的。是的。不过这个密码机如果现在再不过去的话就要够了。哦，我这里一波直接落地刀，那你不好开啊。哎，但是白鹿这边选择传送，密码机的一个状态没有判断到很精准，这样刚好密码机亮了的话会比较伤。是的，不过大副那边也拖不了一个太久的时间。但这样的话贴上起点门了，有平面呀，他的一个愿力值是没有那么充足的。现在赶过去的话，门是可以开的。对，因为他的一个愿力值其实也赶不到起点嘛。对，等你现在再过去的话，我这边木偶师有诗句，园丁有盾，感觉是留不住啊。一个远距离的围龙，但是这说2连龙能不能来接？可惜还是差一点距离。那这样的话是保到了一个平，怎么样通过自己的追击，把这个雪球去滚起来，让求生者没有运营的一个余地，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点。其实就是看他的一个追击能力，因为求生者的中后期拉扯能力太强了。你一个入，不过这把的话，其实他选点离入殓师跟心理都挺近的。
入殓师选择了小船，然后心里选择了小木屋。说实话，如果说他这把携带了一个移形呢，直接追入殓就是最好的选择，就不给求生者任何的一个后期的余地了。是，而且你如果好，这样的话抓入殓师确实是一个比较优的选择。就看一下这边的一个16了。对于斗来讲的话，他们确实要保稳嘛。是的，这个点的话直接是交出来的分身。 但是这个双弹的，哇，直接上到了金价标记，然后拿到第一个状态了。是的，水度太高了，所以我说这个点的话特别容易被架。白鹿他要直接倒了，不用看的。20多秒，20秒，比刚刚还快了一半。我角阳40秒，喧嚣20秒，就你这个16加起来你也就60秒。不是，算上反身可能才1台半。对对对。而且现在的话，可能这波还是得自己直接反，因为没有人可以来管你了。是的。 主要就是看你中后期的一个节奏衔接嘛，对吧？白鹿这个追击的话，确实是太1等1的一个追击，还在通过自己的一个粘土舞台去减速，然后这边在双惊喜去卡着位置，因为你这样交互的一个点位是必吃我的金牙标记的，那前面还有空中飞人，我是省一手。那现在的话，其实他还有比较多的时间能够去处理一下这个入殓师，不着急。 的话也是简单的收掉。现在2挂的话，你连3台密码机都没有，救人位的那台才修了一半，甚至还通缉到了，要过来压满就了。是天助我也。而且这把的话，他是带了一手移形的，我感觉能够去尽力摊一个双倒。是的，这边的话，这个位置佣兵被卡得很难受，直接红汤卡住了他的道具。是的。不过极限找了一个身位弹出来，这波可以考虑摊一个双倒。 或者把佣兵道具逼完也可以。是的，但你救一波人，其实开个圈加完你的所有护腕，然后白纸那边也牵制不动。是的，而白鹿这边的话是想把自己这个移形留在手里去衔接第2波的一个节奏。你现在的话，如果选择要去移形移满佣兵的话，其实一会儿心里自己也很危险。是的，尽量的还是先不要移形吧。主要是密码机怎么办呢？这把密码机很难修完。太多了，白纸还在尽力牵制。是的。 这个16的话，需要他去26、36给掰回来，这得溜很久才行。白鹿来讲的话，这个位置其实他活不了多久的。是的，其实就是等一个技能好的时间嘛。一个空中飞人过来，就直接击倒了入殓。这样的话2分半的一个减员，不过最后的3台密码机都有人在修了。南那边也是补充了一个香水，但最后还是通缉到了南，没有选择让心理去把这个移形给交出来，这边直接交移形救人位。 难，哇，只有1瓶香水，但是香水面对喧嚣的话收益不是特别高。是，直接爆香水虽然有，但身上的香标记是没有消掉的。但这个点位其实牵制不了很久啊。而且现在是有2级的喧嚣，只能先搏板了，硬搏。抽一下，板子不敢翻。这边的话提前预判，但是白鹿这边先过去想要去打，男的操作已经很细节了，还是被击倒了。 不过密码机的话，其实因为这波也是拖了不少，就差半台了，差最开始难的第1台密码机。是的，但是你这个后期的话还是很难去打的。面对我一个2阶的喧嚣，我是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打一个拦截的。现在的话就看两边的一个决策了。是的，现在的话得让心理去修那台密码机，然后让船上修完的飞行家过来卡佣兵。当然，求生者是有一些机会去保平的。 哎，这边的话已经发现了承载的位置，但是白鹿这里是选择放掉这个救人，但是还是有点犹豫了。想要去找修机位吗？没有，纠结了一下，发现但是沉默人那边也是防到了，能救下来。我选择管密码机，但这一把他们密码机其实留的稍微有点近。哇，我觉得白鹿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犹豫不决了，没有手椅，也没有选择去追击那个修机的人。是的，不过他们也是多起了1台嘛，所以相当于也是没有掉密码机的进度，就还能接受。他这边的话想要去击倒一下佣兵。 但男的走位其实还挺细的，一直是没有给到一个特别快的击倒。没错。那这里的话可以倒到海里面，白鹿这边还在看他们到底是哪再挂台。久一点，密码机的话应该能拖到60、70。而且承载的话，它是随时准备去进行一个2救，已经埋伏好了。那现在手上这个移形的话，到底是留还是交呢？感觉还是得先留一下。 毕竟他上一把交的那个传送是有点后悔的，而且你现在移形的距离其实可能也还是需要补一个空中飞人才行。对对对，不太够。说我直接去留了打一个手椅，但是承载这边很稳，直接提前过来了，密码机压好了，人是无偿救下来，不过佣兵是没有道具的，这是一个问题。
不过感觉还是能够利用地形再去牵制一点。没错。现在的话直接开了密码机。 感觉南的话是想要去倒一个比较远的位置，让他挂的再久一点了，因为他没有道具，可能玩板也玩不了太久。是的，那把佣兵给秒掉之后，他手上有这个移形的话，争多抓的机会是很大的。是的，其实承载这个大门感觉够呛，有点难开，不太好开完。白鹿这边选择直接移形，但是只能到大门的这个位置。那空中飞人飞过来之后，看看能不能去，哎，没有第一时间没有看到，但意识到了，人在右手，而且门的话。 小门点不到，那承载这边还有一个大喷，有没有说法？因为小门那边已经快到了，地窖是在小船的。他这里要牵着20秒以上啊，因为门的话还没点上。对，而且这边的板区资源已经被消耗掉了。对于那有一个飞轮，还有个大喷。先确认一下地窖的位置。不过感觉白鹿也是很想去架住他的身位，这里交一个飞轮去挡掉。 但第一时间他丢失了飞行家的一个视野，有点让身位了。这个身位给让出来了，那这样的话，空中飞人追过来有一个大一个大喷，直接碰到地窖口。队友直接出门，出了吗？出了，地窖走掉了。我的天，这操作！而且湖景村的话，你要去硬找冒险家也是比较难的。是的，这张图一般我们就不考虑去找冒险家吧，劝退了。有野人的一个辅助还是比较难找。 而且那个地方的话，一些零零碎碎的草也挺多的。对，而且野人他可以去帮忙，冒险家卡耳鸣，对，让你没有办法通过耳鸣的范围来排到人，所以好像找冒险家的话会有点压力。但如果说你去找双11的杂技，好，没有选择去双11啊，直接找木屋了。那小说家的话，也是有很多的操作空间吧，但这边的走位好像稍微有点被拉近。 但你还能接受，这个道具要被逼得很快了，感觉。就感觉一开始这块短板你就而且木屋的方向是有影子的，所以说它不能往木屋转。但这里的话还是有点偏移了，但这样的话可能被架在了板都有点极限。对，有感觉要吃第一刀了。我说话这边的一个牵制是被梦幻小迷给找到机会了。而且木屋的这个点位的话也没有很好溜，因为他带的一手封窗。 封窗的话，你大不了就把这个窗封了嘛，你封了之后再去继续追。哎，选择交，但是你能换我还有回速呀。踩板，窗口全是影子，你交一个过来，感觉这条倒了。哇，50秒的一个击倒也很快。而且这一个身位的话，其实是不足以支撑他能去翻这个窗的。不过这一把的话是有一个冒险家在外面，密码机的进度应该是不用担心的。 已经是挖完一本密码书页，是，而且这波是冒险家先卡过来顶了个通缉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通缉的话得换位了。这湖景村2个监管者的通缉都很糊啊，感觉。是的，而且这里的话离冒险家是比较近的，我先拿你一刀很赚啊。而且可以考虑直接抓他的，因为冒险家的话，他毕竟是移动的密码机。是。 而且你如果说要去换出来的话，其实冒险家感觉很危险啊。是，但没有选择去打双倒，而是针对了一手小说家，也可以。毕竟对于他来讲，如果说我先去减员一手小说家，我就立于不败之地嘛，起码平局。现在的话也没有说让野人来进行一个 OB， 那可能就是一个保平的一个打法了。 但野人那台的话，其实也不是特别多的一个进度，只能说指望这个冒险家一会儿再去挖一点密码书页补一下。那星河现在是已经骑住过来了，可能还是得去拖一下这个淘汰进度条。是的，这样的话，在双11这个位置的话，你这个救人也是比较尴尬。一旦你野人选择真的去救的话，我是可以去摊一手你的野人的。 闪现还没有交嘛，这里还要去压迫一下。冒险家的话，现在身上是2个密码书页，这里要不要直接摊？没有选择交闪现，还是求稳了。哇，一个飞轮交出来，而且有书页，还可以砸一板。这一波奈奈的一个36是比较成功的。而且其实密码机差的也不是特别多了，差1台半。等到击倒奈奈之后，就差1点了。这波还把闪现给吃了出来，所以说。 感觉他这把的一个赢面也比较小，想要去追击一下星河，
那他上猪的话就走了回去了。上猪了，想了想算了。但是你不找我，我就要找你。哎呦，可惜这个角度的话没有控好，可能是因为距离比较极限的缘故。是。哦呦，这个如果撞下来的话，那是一波大的节奏呀。而且那边还有板子呀。他的这一波冲击又是给到了冒险家小迪这个位置，有点岌岌可危。给你梦幻小迷的话，肯定是得去针对一下小迪的。是。但是这边的话，感觉有点不太想要去找小迪。是。那你不找小迪的话，这个密码机身上背着很多啊。主要是你现在的话，野人可以站出来扛压，花瓷的话也是一个满状态，他们是不怕你的。这样有一个红球，只能绕路，那这个板子还得去踩。但花瓷这边的话，有道具感觉还能牵制挺久的。这把的话，应该是求者的一个平面还是比较大的。这样有土球，就在你的一个速度很快，但是还是要吃到我的减速。哎，这也是绕了一下。骗，感觉有机会拿刀。刀是有了，但现在密码书院那边是秒了一台。压好了，因为他配上这个输液22的一个进度的话是已经够了。是的，梦幻小明那边想赶紧冲回去密码机，但是小迪感觉要先到啊。强开吗？直接强开了，因为知道你是封窗挽留，没有一手底牌的，所以说这边的一个平局面还是很大的。小迪这里的话先被击倒，但是花瓷它是一个杂技啊。那星河的话可能也得出来帮忙扛一下压力了。这里的话好像还真有点不对劲，有一点机会。所以野人那边出来嘛，兜了个底。哎呦，杂技这个30%的点门减速还真的有点伤。现在的话，点门已经点到80了，还是有机会走的。但是求稳选择不点门，那这样就要看梦幻小迷跟野人之间的博弈了。是的。这样的话，梦幻小迷可以在这两边先都去看一眼。是的。这交回速过来。哎，但是星河那边快提到椅子面前了，这波是梦幻小迷要先到。那这个位置的话，野人骑出可以去硬追一手了。现在轮到杂技要出来了。那杂技现在也得过来。怎么说？猫小迷还是比较谨慎的，因为他保平的话就能拿优势。那杂技他是可以出门的，野人应该是走另外一边的门，但是野人另外一边的门其实没有开。是啊。而且冒险家那边的淘汰进度条已经过半了，现在你杂技不太好卡。说实话，现在还是有一个多抓的一个点的，就看猫小明能不能把握住了。这一先把杂技逼走，再找野人是一个最优解。这样的话，得来个扇回来了。太快了，感觉要牵起来，在门里被打了回来，又出现了转折。我的天哪，这就是在高手博弈的时候，他不会想到你真的敢去打出这样的操作。哇，这个非常的果断啊！狭路相逢勇者胜啊！越是你想不到的，我越是有赢的机会。这一波拉扯的太好了，他控了一个位置，控了一个距离。这种操作我一般只有在小说里才见过，还是那种爽文小说才行。是的，那这样的话，野人他不能走啊，只能拖挽留进行一波抢救，因为大门是开的。这里的话，如果说能够保留自己的一个野性伙伴贴到椅子面前救人扛刀的话，还是有说法。是的，不过这一波的话，其实距离还是有点远了。他星河过来才到海侧那两个板子，而且梦幻小明也可以去等一个落地刀的说法。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你这波是骑猪过来，你如果说你没有猪的一个冷却时间的话，那你救完人之后，你们两个人都很难走。是的，你救完之后可以去打一个杂技的针对，而且这个淘汰进也有点危险的。说实话，这边梦幻小明的最优解就是打到杂技这一刀，哎呀，打到了野人刀。那这样的话，杂技可以跳球走门。这样的话可以去赶一下星河，因为星河现在还没猪。他的一个猪的一个冷却时间还是比较久的。看一下这波的一个博弈，有一个回速，感觉能留下来，拖不出来，而且花瓷帮不了啊。哎呦，可惜了。如果说，那刚才野人如果直接冲门，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机会的。有点。就可能下来之后，因为你是属于扛到了这一刀嘛，然后就两个人同时冲。主要是他是有一个受击加速的呀，不应该往大门里面走的呀。那你现在就算过来博弈，我下来随便扇一个呀。在半状态的杂技，这是半状态的杂技。对呀。只要我不打椅子，你就没有机会去。我等你救完人，我再出刀不就好了？是的。但是别急，像一个翻滚骗打椅子，莫小明稳住了这下，还是打中拿到了一个4抓，终结了比赛。我们恭喜斗五拿下了本场比赛胜利。哇，真的是非常跌宕起伏的一局，尤其是到了最后开门战的时候，感觉平面还是很大的。
但是会让他们这把打的相对来讲比较舒服一些。你后边如果说是再想争的时候，再依靠大地图，机械师这个角色拿不出来，你可能就会有点小难受了。而且辅助 OB 的话，其实还有很多其他选择，像苦丑之类的角色。对，也是拿出了太难受了。对，追的话也没有那么好追。是。第一个一旦要是抓得慢，后边的节奏可能就是让你连平都保不住。再加上机械只要外面有娃娃，这个真的是可以完全卖掉了。没错。说其他角色帮帮你是卖不得，但机械我毕竟外面有人在修嘛。不好卖啊。是。看一下天，上来先去往中场，把神智这边的点位先赶走，自己攒一攒运力值。哦，那还是冲着小木屋的一个位置去了。这边是星源找杨洋，但是杨洋手上摸了个怀表啊，这怀表可是能撑很多时间的，还是非常克制到跛脚羊的一个道具啊。李信奥枪是稳定太多了，但是这个位置你只要发现窗，这个围龙可能就要放了，不放还要再架一下点，把他这个窗台给浪费掉。杨洋的话也是主动进入到其他的板区，看到是个窥视者了，但这个怀表还不交吗？这个放龙以后身位离得太近了，可能交了也会马上打到。但这时候不交，远距离可能会被直接围龙预判啊！看一下，不敢再拉点了，要贴一下。这边前锋也是有过来去保一下了。他敢扛的话就直接出刀。主要这边干扰的会比较厉害嘛，像心理学家也没有机会去破译。那你两个人吃刀的速度都比较快，论节奏上机械师也比较难受。对，而且刚刚杨他的一个表是已经交出来了，所以说第二段也没有摇到啊。那这样其实起不到太多的一个迷惑作用了。那这也就再打一手预判，是想看到杨的准确位置，也是把他逼出了大房。前锋现在又把状态满上了，但前锋得接着 OB 啊。感觉有点来不太及。因为刚刚的话还在中场，是没能封住求生者。但是过来两个盖了，被盖了一下，是很难受啊。来得及飞掉吗？飞掉围龙，再补一个围龙。对，这边击倒，前锋可以拖一下这个愿力值。主要刚刚的话，其实他也没有交自己的橄榄球，所以道具还是比较充裕的。年纪现在愿力值还差个4，其实现在就可以回去挂了，给前锋圈起来。这里也是起到了一个拖时间的作用啊，因为这样再缓下来的话，其实外面密码机零零散散加起来比较多了。没错，前锋现在补一个化险为夷，大房是个遗产，等一下可以让他往大门去倒，然后让其他人，尤其是像机械这种，如果说本体这边可以余出来一个位置，可以去救一下。有想撞晕，但是位置是不太合适。对，但飞轮躲了这一刀，是飞轮其实可以省一省。因为你飞轮呢，它也是会吃到这个伤害。再想补个球，直接撞晕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杨洋是可以拉很远那个位置，毕竟现在年仅手里的愿力不太够啊。对，一个龙子是有点追不上的。现在还要再找一找，带到大门，大门是神坠的密码机。神坠这边的一个进度啊，是马上能开掉了，直接亮掉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就算倒这里也不太干扰，而且有点找不太到人了。是。因为刚刚那一波球直接让年锦这边丢失了目标，而且他现在又为了影响你心理密码机，那就你幸运能不能再找到就是另外一说了。对，那边可以一直压脚步，慢慢的躲一躲。有点近了，但是又走远了。主要还是脸上有个明晃晃的人一直干扰到你，心里一直在卡他的耳鸣。对，右边看吧，别往右边看。密码机也修亮了，其他的机子不需要他去补啊，就那就只能换人了。是。那看一下小玉这边。以及看到李宝也是贴过来，不过李宝也是个满状态，对李宝没有用，因为你这时候找个机械师，他手里还有一个娃娃呢，你娃娃到时候在外面进行破译，等同于你自己的节奏还是让给了对面。他们也知道小玉的状态会比较差，所以说一直在贴着地图的边缘，没有给到年锦这边一个视野，对，就导致好像救下幸运儿之后，年锦一直在这边绕圈圈。等一下，幸运儿把自己的针啊，或者说是再摸个遥控丸，把自己状态补上，这局面可能能让求生者去争一个4人开门战。对，这边提前躲的也是很好，知道你可能要来中场干扰一下破译了。对，现在幸运儿已经在摸道具了，看摸的是不是遥控丸，我还是说是直接摸针？摸了一个娃娃。是的，这个遥控丸我一旦摸出来，给自己补状态，又能去卡门。是这个飞轮的话是减缓了自己吃刀的一个时间。但是状态没有第一时间补，想要直接补密码机。神坠带的这个点位其实有点危险的，他们感觉是想多去修一台了，因为中场这台一直是有点难去破译开来的。如果说你现在不先补状态，他把神坠给你挂在脸上，你再敢破译密码机，我就可以转头直接抓你。可能他们也是觉得自己的一个化险为夷带的比较多啊，像这个机械师身上还有一个，可节奏上是不太够的。现在在脸上，
但是这个脸上的娃娃是幸运儿的，还是说是机械师的呢？机械师的应该是贴到门口了。应该是幸运儿的，感觉电量比较多，因为它是用来破译的。没错。那这样的话，救下来是有一个化险为夷，但年景觉得他的节奏不太够啊，还是先来干扰一下这个娃娃。但问题所在，密码机现在还不太够啊。那现在就是2台都是50的一个进度，其实差不多。而且求生现在就是一直没有补状态嘛，所以说现在都是残。你机械师和前锋都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。对，但只要他能找到倒地的人啊。对，年景现在抓杨洋也好，或者说是找神坠，其实都行。因为你现在密码器不够，再加上你其他人都没有带回光返照，所以年景现在手握着一直有一个平局面的。这里的话发现了杨洋的位置，另外一边李宝也是摸了一根针，钻了过来。这个护网刚刚也是已经弹了。一判直接打。那这样的话是把中场那台密码机给让出来了，小玉在破译，那挂上以后应该是可以压好的。不如别救了，直接亮，还要救吗？那看沙包这个位置好像卡了个人，对，好像砍了一个人。那机械师可以再来救一次，因为机械师这边可以是拿命换他。不过机械师的位置也太远了吧，而且被通缉了。那现在就很尴尬，心理学家可能得跟前锋配合一下，而且小玉这边得扛一些压力。怎么说？再补个围龙，但是来不及拿这刀了。手里还是有球的，那边人已经是扯下来了。来得及吗？拿球躲了。这围龙好像时间到了。对，这个笼子要废掉了。还要再补一个愿力吗？补一个愿力龙。但还有球，而且这边假装要进这个点啊，还是在那个笼子边上停下来了。还是手握着平局，因为没有带回光返照。没有带回光返照，在开门战其实他就很难牵制。现在道具都已经用完了。那神坠手里其实还有一个化险为夷没用。对，如果说我给你套上，你就算没有回光返照，这个点还是可以硬撑这个20秒的时间。哎，摇下来了！哇，前锋还是挣扎的会比其他人更厉害一些。对，4个院线的密码机虽然说是能够，但是可以直接解决掉，他还是亮了没有用的。现在化险为夷，你就算套出来，主要神坠的问题是他也没有一个绝处逢生。一旦他要是被打了个针对，到时候他监管者也可以不用管他。那这把其实还有一点点娃娃能帮他们说在开门战做一些说法。是。对于两边现在都比较偏平。看年姐能不能争了，因为他这个偏平的条件，开门战是必须要一个速抓的。想故意打震慑，先扯一下。是的，他想骗监控者打震慑，打震慑之后，小玉下来就有一个牵制空间。对，但年检是想打到了，打到了。然后这里先给他一个小牵制，因为现在监控者直接亮了。对。哦，那这边第一个龙瞬间没有解决掉，2波钻龙，稍微拖了一会儿，但2个门的进度还是比较快，而且小玉他不是挂飞。是神坠这边已经被通缉看到了。但小门有一个娃娃，可能对于年景来讲，哦，也没有打算去处理啊。那这里传送愿力值能逼得再多一点吗？这边这个龙没有罩住，而且神坠手里是有飞轮的。飞轮在拖，看有没有机会。我空刀了，不过卡到了一个角落。是。这个传送有点急，因为他并不认为这个幸运儿是在旁边，他想争的更多。但另外一边的话也没办法，因为娃娃是把门点开了，只要这个人能扯下来，其他人是可以直接走小门的。对，那拿这样的阵容去拼到了一个3跑，太赚了呀！是非常赚。因为本身刚刚我们也说了，这个阵容其实到了后期是没太有机会再拿出来了。半波这样，而且主要也是这一把的话，他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保平就可以了。对，所以说，你现在去选一些跛脚人喧嚣，反而可能会给到对面一些争分的机会。哎，问题4个院肯定是不好找的，而且4个院他也会直接拉点。对，你就不清楚他是去小门还是沙包了。不如直接就抓这个魔术师，因为本身也没有说我们先是以保平为目标嘛，还是尽快的去进行一个追击。那就带个移形吧，上来直接先冲往大门。小铁的魔术师是这个阵容，其实他们带的天赋都算是防到了他的使徒了。对，带弹射的话，其实拉点对于牵制使徒上来讲还是更有用一些。没错，你要是说带飞轮，他们就是为了应对你这个跛脚喧嚣。主要也是因为比分嘛，他们会有预料到说 T1这边会打一些抢保平的角色。猫分身把这个猫直接给挡了。那这里暂时还是能进板吗？右边板子好像是能接近的。有一点危险啊！看一下这边啊，盖到了，进板了。是。那这样也能续出来自己魔术棒的一个 CD。没错，板子就直接放吧。这里就看一个预判，分身还是挡住了。但这里的几段猫全炸掉了，并没有借助跳。
拿刀很难啊。就身位其实一直还是没有逼近。是你这几只猫一点收益其实都没有，逼出来只是2个魔术棒分身，没有什么用啊。而且猫还没咬到，走位就给躲掉了。那你现在要跟他博弈，哎呦，刀还没有拿到，是刀尖舔血。这个窗户想要直接翻，但有闪现，有闪，哇，交慢了还好是，对，因为听到他那个闪现有摁出来，但是还是已经让求生给交互完成了。对，慢了一些。这也在一个跟跳。密码机现在已经牵制差不多有3台了，教授跟保一下，看能不能保到这个魔术师键板，还要去翻过去了骗一下鳞片。对，那可能现在还是等猫更稳健一点。再拉走嘛。现在密码机已经3台了，等一下看守门人怎么救。现在的话，走位还是躲了这个猫。这一刀，哎，他失误了。那这个刀还拿不到。这个猫好像也没有拿到机会了。对，古董商现在也可以过来跟保一下，要保一下吗？不保了，直接让魔术师自己倒。他先过来看贴一下大门这台密码机。没错，直接先起，等一下化险为夷，让他倒树林去。古董商不能作为依旧，因为你古董商就算救了，他也没有一个化险为夷能让他带走的能力，不如让吴昕来。就稳定的救援，前期还是先让卡梦去破译一下。没错，后面救完人的话，可以再接手卡梦的这台密码机。是，这里先躲一下。这救完的话，也是尽量离这台密码机远一点，或者就倒在原处。其实对于使徒来讲也挺难去控到的。没错。守门人来救还是没什么太多的办法。是，先等吧。哎，这个刀的话是打椅子，铲子都没能打到，那就直接救。哇，一个无伤就，那就不用换人了。对，而且他铲子的话，你刚刚是有余量的，因为你没有打出来。苏达现在想要平，他得针对一下密码机啊，还要针对魔术师吗？密码机是肯定够的，他自己心里肯定也有数。感觉就是得看开门战能解决这个魔术多快，然后加上自己手里有个底牌吗？对。现在密码机应该是能刚好压好的，然后吴昕现在救下来，看能不能扛到刀，扛到刀之后，让自己的魔术师队友去往大房，因为大房这个位置更好牵制使徒。对，很有可能把你的闪现给逼出来。对，而且你已经切了船啊。是的。所以说更难去击倒这个人。就硬拖。不过对于大门的干扰还是有一些作用的，像古董商那台密码机差的比较多，这里可能还是要看这个猫，对，救下来能不能扛到。就一只薅嘛，回来再一个硬踩，只要不被抽刀，哎呦，打到针对，打到了针对。那这样密码机其实不太够的，我只要等猫，你不太能强摸。想硬吃2刀，不太够，还是不太够，差的密码机太多了。结果板子没能博弈到，如果说这个板子直接放了，让自己的守门人再帮忙卡一卡，其实这一波密码机就直接修够了。这还是说可能这波前面古董商一直没有去 OB 嘛，那这样的密码机因为挂的比较近一点，所以说会有点被干扰到。没错。那这里还可以再针对一下卡梦，但卡梦这个位置的话，其实有点难受。只要等猫的话，这里好像也没有地窖。是的，打了几个机关枪，直接后边云门，但是地窖是在一个小木屋，还是会比较远啊，挺难跑的。猫 CD 还是能好，还是对于苏打来讲，还是要把卡梦往回逼一逼。这里就要借个板弹，你绕啊，要这样跟着走吗？一直跟嘛，一直跟的话，你下一个猫是不能被躲的。这里的位置2个跳到也能咬到。前期再晕，提前晕到，那这样就是有点跟的太远了，从大房已经跟到小木屋了。你要从他背后直接踩一个板子，万一来个帮忙的话，至少我大幅表摇到，我不管怎样，我这个人是能救下来的。没错，但野人的话，确实只要下猪，以前博弈不稳的。是的，反正现在他面对很多难打的一些阵容，他也是敢去拿出来一手帮忙，但这个阵容是真不合适。加上救人也没给你机会，牵制就不说了啊。钩具都能牵制的话，其实帮忙也会比较难受一点。哎，故意触发一个失轮元气，发点不太好，可能不太能进入到2楼，对，会被他逼出去。你如果说是硬上2楼，其实歌剧好像能依靠自己中间度硬拿1刀的。对对。好，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，直接先冲鬼屋。那猫猫的话也是，刷在了一个鬼屋，直接上楼梯了，还是这个点会好一些。但你要是硬翻，很细节，火球封路，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回速拿刀了。对，你的一个速度不会那么快，我会很安全的进行一个交互。是，但这个板子有点极限，没能抽到刀。先躲一刀，很稳定啊。是，这一旦要抽到刀，鬼屋后可能就是要倒地了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带到其他的点位。对，但感觉现在一直保持一个满状态，加上手里有球的话，前期的牵制节奏是稳下来了的。这块板有点危险了，看自己能不能依靠球去进入一个板区。这个板子板资源都已经用完了，但一个跳球过板，那就是回速拿刀。不敢翻，不敢翻，翻了的话可能会震慑。是。
这个刀的距离是肯定能跟得上的。这在架，手里还有一个白球，看一下能不能把闪现给逼出来，因为本身他是带了一个板弹的，就这波还能再进一波板。那就剩这一个短板了，短板还是直接下，没有选择是去盖的。也是想手里再去拿球拉一下距离，把闪现给逼了。正好60秒。对。现在节奏过来给个化险为夷，看是谁过来给比较好，是气象。气象给个化险为夷，然后让他直接倒走吗？其实倒在这个点也蛮好，或者往鬼屋那边再去倒一倒。最好是可以倒起点，倒起点到时候让李宝这边墙上密码机补完之后过来补起点的，然后气象直接修鬼屋或者说修鬼屋后。来鬼板。对，这样。机子在鬼板。没错，这样密码机会更快。这样一个层云贴到椅子跟前，还极限的卡住了这个淘汰进度。只救不包火，让杂技去导远就行了。对，起点站正好也没密码机。哎，就到起点。然后让大副这边到时候救完之后可以去补一下密码机。对，这球的话也没必要交啊，本身是有化险为状态，你交了球也是空地嘛。对，这波还是要做到我倒走机子，然后让队友进行破译就可以了。哦，甚至还不是直接倒起点附近，想要倒的离大副近一点，这样能让大副更方便去救人。而且这样起点站，看一下他能不能有机会牵制，毕竟这边的一个板子资源会多一点，鬼板那边已经用光了嘛。思路很清晰，T 现在求生者密码机就破译的挺快了。这边李宝摇表摇的也是比较及时，还是很难说前期给他打出来的。看能不能保无伤。因为现在局面上并不是很能去打出来一个4人开门战。因为密码机也不太够，想直接救，对来把我扛了，是无伤了。那扛一刀的话，猫猫确实有一些机会，因为前面的话有个窗子，对，可以有一个弹射，但他先交球进了板。现在只有一个焰火球，看能不能进入到一个板区再博弈一下，拖一下时间。马的话还有2块板，没错。哦，抽到了这一刀，那就赶紧倒得远一点。对，离椅子远一点，让大副把自己的那个遗产直接给修开。对，本身也是气象那个遗产差了不是特别多了，这波的话应该是能够2台都亮掉的。气象那边也是通过暖雨把自己的状态给调整好了。最后一台，如果你去追他的话，他是有能力带走的，手里还有个飞轮。先等一等，不着急。3站这边密码机也是一个大遗产，是90的应该，对90的。90。对，大副那边的话很稳啊，都已经贴到了终点站啊。现在就硬拖，年锦现在想要直接传送，掉到了神坠，神坠现在密码机起的有点急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他也往起点站带，然后让李宝过来把这台密码机修开就可以了。他暂时可不能倒地啊，这个车该做就得做。回速。层云上车应该没什么问题，这个还是很稳健的。是直接做。对，先在车上等一等，尽量把你拉的离鬼板远一点。他现在想要带走，然后给到大副这边过来补密码机的机会，但是年锦也有可能是在给你钓大副的鱼。其实他有在关注那边的密码机动向，但李宝这里没有着急。哎，就是在钓他。是没着急修的。因为年锦如果说是能真的钓到大副的鱼，我就可以把你击倒到鬼屋后，这个场我就控制了，我是有4抓面了。对，我觉得这把 TE 的求生做得非常好，甚至杨洋那边在帐篷直接开始新修了，直接加点。看到有个飞轮了，刚刚是出了一个化险为夷，那现在就知道你是没有带回光返照了。我盯准你这个点去进行追击的话，我也至少是一个3抓面以上。手里现在气象也没有技能，只能看变换怎么去救了。这里的话至少是把那台差的比较多的密码机给彻底让出来了。刚刚那个3站没有能头铁去抢开，我觉得有点致命。你现在这个密码机到时候大副还得再跑过来。或者说病患能不能，但主要是救下来神坠很难撑到说病患救完人再去破译完。那病患现在想压满，哎，直接卡半了，一个勾过来。那这里吃一刀，你谁接近那台密码机，我就可以先去击倒谁。哦，他选择先瞄着这个没有回光返照的点去打。对，那这样的话，其实杨洋那边是可以去把密码机给点一点，点了以后最好给他挂外边，可以直接亮掉的。直接传送，哎呦，不让你修开，是，那就得看杨洋能不能撑到那边大副赶过来了。年纪就是想要4抓，因为如果他把自己的传送省了，这个局面肯定是3抓以上，但是有点崴脚了。而且这边杨洋也是稳住了，已经拉开了那台密码机一个距离。对，他在拖到大副这边过来。哦、哎呦，隔窗刀，隔窗还是非常快的。大副来不及啊。已经在尽力往这边赶了。对，但现在才到桥，想硬赶，这波他甚至都不想救杨洋，想要直接亮。因为你的一个传送是交过的，对，直接亮掉，然后让神坠去贴帐篷。起点站，然后李宝我就在你脸上，反正手里的话还有一块表，你不太好说很快速的处理掉这个大副。漏的有点早，年锦现在其实是可以直接抓大副的，把你这个怀表逼出来。
因为他现在一旦要能处理得快，我还可以再去起点那边找神坠。但毕竟这个表只要稳定摇出来的话，你还是挺难第一时间找到它的一个位置的。能依靠运气把大副打出来吗？大副现在想要硬救。对，感觉绿宝是挺想把这个人给救一救的，至少我在椅子附近，对吧？是你是不敢去管门的。那这样就是确保能走一个，因为起点那边门你哪怕这个传送是肯定好不了，打一个恐惧震慑。来不及的，还是想往那边赶啊。是。但因为是一个极限距离了，那边还有一个4秒就开了。这个传送你还有一个10几秒，是完全来不及的。那只能回去挂这个大副。其实刚刚鬼屋后的这个密码机，我觉得神坠贴的有点急了，因为你的队友还没有被追击到。进入到追击节奏。是的，而且你也可以给自己先摸个道具，你自己的这个，因为暖雨的进度条已经是自己的道具使用的快差不多了。对。所以这个局变成个3抓面，其实就是由此那一波，对，可以再等一等队友往这边贴一下。对，反正就可以再等一等嘛。这头还是比较难走地窖，因为地窖的位置是在狮龙的一个方向。没错，太远了。直接把球头放到桥上之类的点。是的，有很多。哎，这局也有可能。对，因为他本身能站桥的角色太多了，我觉得大副、枯手都可以站。这翻成出来，只要不被你回速骗到，那我就拉火箭再去绕鬼屋一圈。不然的话，你从这个角度再去找囚徒的话，他可能一下给你做到3站去了。对。大副帮他点个灯。上来先去往终点，终点这边碰的是气象，双弹的气象。而且阿策的话也是先往2板去转一下。对，跟着走嘛。这点位就得起云了。是风，是强风，想把监管者直接吹走，吹到了。哦呦，吹的还挺远。是的。那这样很安全的进入到了201窗。这甚至等一下还可以借个窗弹，来得及这个 CD 直接先画一波云吗？哦，还是画了个强风可能。哦，画云了，画个2层云。这样的话有助于他会进行一些高低差上的一些转换啊。对，那这里的云只能就那旁边2板，有点危险了。一刀，对，因为你是正好接到板中间。甚至这个点位有点尴尬，你板弹好不了，你拉不走。对，有点被架在这里啊。而且你也不能去画个3级云，你只能说是画强风。对。因为转点的问题，导致把自己陷入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。是的，那可能从往站台那边再去转一转。对。但往这里的话，也有可能是不太想倒到那边吗？应该不是，但主要你这个队友不太好保，没有任何的保能力。不是枯手，如果枯手在这儿的话，我就可以往这边转。没错。所以说这波转点是出现了一点点小问题了。看一下大副这边怎么救。反正现在气象是没有道具了，你只能下来拖一个化险为夷，导远处一点。哎，但没摇到。3段没摇到。这样救下来，导远，2个人是不能重叠这个路线的。那手里是只能回头，闪现也没太有机会逼出来，尽量导远，不然的话可能就容易会双倒。对，一旦刚刚要是接着重叠，那等一下他就会直接闪现大副。对的。那看一下终点站，主要也是枯手是贴过来了。枯手是贴过来，但是没有办法 OB， 可能还是再给一个化险为夷，因为他现在化险为夷给他的收益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大副跟囚徒2个人可以在外边再起一个20%-30%的一个密码机。对的。这波救肯定是要救的，因为现在密码机有点少，你在一个16的情况下是不太及格的，所以还是需要后边一个化险为夷去补上这个及格线，拖出来。对，一个加速，想无伤，但是这个火箭没有办法去装一个监管者，那只能救下来。然后佩佩一直有在躲，这边还稍微卡了一下魔。没关系，反正阿瑟下来就是不是为了一个牵制的，只能就是说倒在角落，硬拖时间。但现在场上丢的人状态有点多，对，像大副跟枯手他都没太有时间去调整状态。按照正常情况，其实救人位肯定是不想救，但是这个节奏是被逼的救，因为节奏是缺的太多了，而且一直没把技能逼出来。对，现在还是一个终点3连，终点3连2个人是需要互补状态的，时间上好像只能补好1个人。对，因为枯手刚刚身上是有化险为夷的，对，所以他只能先摸大副，这波应该是刚摸完，这个人就已经淘汰了。大副手上也只有一个怀表，你要提早暴露出来，佩佩就是见一个抓一个，我抓谁都行。现在只要我能快速击倒这局面，我就能手握一个4抓。一直把人给压在这边，对，因为那个连击还是会让球比较难受。看到踪迹了，已经看到了，但脚有点滑，稍微的就是可以回速，滑出了这个领域的位置，并没有选择回速，想要接着下点，闪现开刀吗？不闪，
怕浪费到太多的时间，想只是逼个怀表就行。主要还是有表的话，如果闪开，他不一定能够击倒。硬拿一刀，大夫这边就是死都不交。你要硬抓的话，我再交，多拖你1秒是1秒。直接传送了，哎，但这个怀表也被同时逼了。对，好亏，因为我觉得可能无心他的一个角度来讲，也是我一定要先交道具，我不能弹，不然的话可能自己会倒在那里。你可能真的要抓我了，他是想的。对，因为我已经半状态了。哎呦，这里是想要电砸可能，但没能电砸成功，位置不太够。啊，这样的话，先把他逼着坐车，然后再去换人，看能不能找到小铁。这个位置如果说能找到小铁，这个局面佩佩其实还手握着一个4抓可能。或者他其实一直跟能把卡梦击倒也可以，也行，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半状态。这个密码机进度不太允许他们球上有人上移的。直接击倒了，击倒了之后，哭丑那边密码机是能强行亮的。现在他们的打算是让大副修最后一台，然后让哭丑来救。哭丑这边手握了2个火箭，问题是带来什么？就是你哭丑这边是没有回光返照的。囚徒也没有，2个人其实都没有，也只能救啊！他现在已经被发现了。是的，那还是他得优先先把密码机抢开。主要是佩佩这里应该不太会让你等这个时间，我会绝对不会直接出来追你的。看这一刀能不能精准打到了。而且这个火箭底先拦截，酷手手里是有个飞轮的，这火箭底提前拉。但如果他交了飞轮，佩佩心里就更确定你是没有这个回光返照的。想再等，这位置其实架的已经很危险，这里波回倒了，飞轮没能用得出来。刚刚求生者肯定是想要用飞轮先躲一刀，然后再翻过去再交火箭，因为你回速也交了。没错，结果飞轮没能用出来。现在密码机你亮也不是，不亮也不是。主要你传送是能拖好的，如果你亮了的话，我更好去锁定你。监控者肯定是想要挂他的，挂他然后再去找这个大副。密码机现在已经压太多了嘛，已经99了，摇一下来，但没有回光返照，没关系，因为他知道那边求生传送好了，没有去压密码机。没错，哎，这里有希望能救得下来吗？如果能看救下来的话，火箭能眩晕，怎么说？救下来了，亮了。是，但这2个人必须得分开，飞轮再躲一刀。现在佩佩也意识到了，苦手是没有带一个回光返照的，只能先追卡梦。哇，这个飞轮哇，全躲，再躲，好走位。是。不过另外一边的门还没有贴到，可以先挂上之后，自己这个传送再去搏，感觉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啊。那一波主要是大副他没有离密码机非常远啊。对，大副这边直接预判，并没有去点门，所以佩佩传过来之后并没有看到人影，但他有在的，是的，能找到吗？不能排得到人，因为一旦排到的话，无心也很难牵制。其实能稳定走一个了，因为苦手这边已经是拉着火箭去起点了，佩佩还在找。但地窖有点远，只要别丢掉这个耳鸣范围就可以。对，然后地窖的话在另外一个半场，这个地窖是在2战。对，对于无心来讲，他得跨过半张地图才能走过去。我觉得佩佩可能也是往有地窖的太久，反正他会往有地窖的地方排一排。啊，找到了，那就没办法。这一次找得很准。那这里也是完成了一波3抓，起点那边是肯定拦不住了，因为你刚刚没能挂上这个人，就已经代表这个局面就可能是奔着跑一个。而且我们刚看到这2个飞轮其实都用得很好，一旦有一个人飞轮用失误了，这一波就是2个人都要倒地，应该还是正常的张狂挽留吧。但同样的话，其实他也会有一定的一些干扰能力，比如说把人挂在一些位置。首先他的救援会比较难啊，其次我这个水汽给你围住密码机的话，你这个破译速度也会慢一点。像海边里说是你就带一个单双弹。因为主要感觉化险为的话，也不太需要他再去分担了。可以的，你可能让飞行家去单一个，都不太会让他去带。因为他们现在也需要去争个5比3，争个5比3，基本你求生者如果说也能争一个3跑，他们是有可能带来一个翻盘面的。对，而且加上入链在的话，本身就会多一个化险为。上来可以先去往大船，因为小船这位置实在太远了，你就算过去了，也不一定能找到这个幸运儿。所以直接找大船抓这个卡梦，这入殓师，找到船尾，这个地方是有机会直接能拿1刀的。对的，主要他也是想着我把灵柩放在2楼了，就不在大船上跟你再逗留了，不然的话也是等着你给我围起来。这里包了一个特别大的水击圈，能直接拿刀，拿刀速度很快，24秒。那这样的话，他一个射击加速已经是带的离自己灵柩非常远了，毕竟有一个高低差。那这个反也会反得很快，还干扰到了中场。这是说的，在追击过程中，这个图鱼女也是比较好的，可以去管到密码机的。对，那台密码机现在就修不了了。这还没双弹啊，双弹你拉不开点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要被架死了。飞轮马上好。那飞轮的话，主要现在身上水汽也没有特别多。是的。对。这里在包。
点位上肯定是转不了了，只能通过入练自己的反生把自己反走了。这边一直在晃这个身位，没有把这个飞轮给交出来。对，有可能就是说求生者想骗嘛，这个飞轮故意不交。对。这样的话，第一波其实还是自己反会比较好，因为本身密码机的进度不是特别多，你过来救援还会有一些双倒的风险。是的。对。幸运儿现在已经是摸了一个洋红玩偶了，把这个自己的密码机可以再去起一台。这样的话，还是在一个无敌时间内。闪现不可能交的，对，现在闪现交了，它也会空。等他的这个盾消失。是，看能不能省个闪吧。你省个闪，到时候再去找一个二手节奏也行的。那这里就可以直接省闪了。飞轮能不能交成功？交成功了，那就被逼的交闪。那这样2次上野的话，其实密码机会来到将近3台的一个进度，也是因为这个图会比较大嘛，所以说星源就算摸了娃娃，他想要再去多修一台，也需要一些时间。是，但现在密码机进度已经是让求生者有一个偏平面了。对，本来机子是肯定不够的，但是星源是摸了一个洋红丸，补充了一个人再去进行一个破译，把他前期的一个牵制的节奏又拖长了一些。这个人他救能无伤吗？过来无伤救，因为他是卡在了一个这边佩佩没看到的一个地方。对。这波无伤其实佩佩有点接受不了了，因为他要是能再拖单一点节奏，他可以去奔着一个有3抓面的。那你现在这一波无伤，到时候二手节奏我又不好找，你佣兵救人呢，他也没有压力。这里开了一个2阶，那娃娃已经把木屋的一个密码机给亮掉了。这娃娃他剩的电量好像还可以再去贴门。本身他留的一个位置其实离门也比较近啊。对，而且他们直接修了6台，看你管哪个，反正大家都是一个满状态。直接去海边，他要硬拿这个佣兵的状态。先逼迫一下，没错的一个道具，他绝对不能接受这个佣兵是一个满状态的，所以他不想逼了，直接去海边，因为围了一下密码机。是的，他觉得佣兵这边护腕也比较多，我要过来硬逼歪密码机可能就牵制够了。确实会比较够了。对，已经是64跟85的进度了，佣兵那台才22，太平了。现在求生者也很难给到一些机会，海边现在也在起。主要是压好的话，他们2个化险为夷都没用嘛。就算被你打了一个震慑，我只要吃这个护光反照效果救下来。小铁现在是绝对不可能把这个自己的悬停直接交出来，他只会交喷气背包。他要再开门战，还要再去省一个悬停加喷气背包，因为他只要这样，这个平面会更稳定。不过感觉云雨他在这个水汽为密码机的效果上还是很显著的，佣兵那台密码机很慢的。没错，哇，全躲！但是前面这个板区我记得好像是已经没了的，所以说该拿这一刀还是能拿到。但是视觉上还是非常秀的。没错，阿瑟这边手里也是摸一个枪，而且从大门的那一刀变到了双11的这一刀。对，这信号枪可以先省着。他们现在甚至有想着是3人3跑的，因为你这个悬停也省着，这个信号枪也在，这个娃娃可以先去贴小门，然后。主要小铁这边要强行走出来啊，不然的话。要被那个水汽给爆死，现在就让星源来救。但这里的话，佩佩就是想把他自然倒地，省一个擦刀时间。现在的情况，佩佩不能换抓，佩佩一旦要是换抓了，阿瑟可能会故意倒在一个门口，然后佣兵跟飞行家故意打一个配合，去通过这化险为夷把人救走。强行走。对，所以说佩佩不能换人，他只能先抓这个飞行家。阿瑟这个枪，他可能都会故意去省着，看他愿不愿意交，可能会省，因为他要是省着，这个开门战就有可能完成一个3人3跑。直接开，直接亮掉。对，娃娃的话那边是可以直接点门的。娃娃再去点小门了，小铁现在直接去往了小门，因为这个枪只要是留着，它也是相当于一个化险为夷，悬停加喷气背包。哎，他是先碰一下悬停第2波交，现在已经离小门很近了，这样速度会更快嘛？对。现在阿瑟也已经来了，想要半路直接交枪，但佩佩这边也是在去防，手里有闪现，在骗佣兵也过来了，帮忙扛刀，这一刀打到了飞行家，这刀要是打到佣兵，直接炸了，3人3跑。是，他必须要把这个星源给逼出去，他知道你跟星源再留在外边，你肯定是带了枪的。是的。但是星源这里没能出去，你敢挂吗？你挂了，外边飞行家就起来了。他很理智哈，我这边是一定要先优先挂。这时候把他往远牵一牵。对，这时候有个地下室。倒来其实也没有，他不敢挂吗？还是挂了？挂地下室的话会，就算有化险为夷，会浪费掉他很多的一个出来的时间的。你挂了他，那星源其实就能爬出去。你要是说自己有一点想贪的想法，你挂在外边，那这个星源一旦起来，佣兵还可以再配合打的套路。还是没太有啊，主要你把星源处理掉的话，你单让无心来救压力会比较大。没出去啊，还想着起来吗？哦，走出去了。这枪不用了，是拿了个护腕直接出去了。
这样的话，这个闪现还是达到了一个针对的，是有一些的。是的，这个祭司会去带什么天赋呢？你要单带一个化险为夷，你没有什么牵制的能力。就即使你是在一个大船，鹿头它也比较好抓的。飞轮跟化险，如果说想挣飞轮吧，监管者也不会愿意直接去抓你一个祭司在大船吧？但如果你不处理它，后面就来烦你了，你就不好搞它了。但我觉得宁愿接受他烦。有时候因为在大船，你这个高机动有点太难去博弈了，甚至要是被他反钻成功进入到比赛画面，上来监管者是直接去往大船，想要直接是挑战祭司。神驹的话，其实没有在船里去逗留啊，直接从船头给走掉了。对，跑到了船尾。啊，这里上来了2个钩，先把这个门口给封住，封一些必经之路啊。这边应该是有预判，其实是有点危险的。这里打个长洞，他可以回头2个钩，再把这个位置给拉进去。打了个洞，先交1钩，没关系，还有1钩。这里入口是走不了的，被封住了，造成减速。这里是能拿刀的，拿刀速度有点快。因为他打进来有点没想到你在那个入口去封了个夹，所以说他走位会犹豫了一下。没错。这里你要是跳下去也是一样，先打了个高机动，那先给你打掉之后，我再跳下去，这位置其实拉得不太远啊，而且自己的现在洞也没有了，有点续不出来下一个洞的。你要是翻下去，我就可以直接接移形，移形跟下去，这里就直接能飞轮，飞轮好了，再交1钩，勾回来，完成击倒。3个半台的一个进了1台半。是这几个洞其实给自己带来收益不太大，而且可以直接挂地下室了，你没有人能救得活了。佣兵要是过来硬救，我甚至可以打一个落地刀了。如果要救的话，就得早点来。对，这位置是比较好打到佣兵落地刀的。对，因为你有点限制到了，你进入到地下室的方向只有一边。对，另外一边你走不了。先来2楼去卡一下。这地下室把移形给交了，这样是带了一个牵制天赋，同样也没能牵制了太久。求生者主要还是鹿头，它有这个陷阱会封到你很多好牵制的点位嘛，没错，限制了你的一个拉点的一个思路。没能利用大船这些大模型，你光是利用那些短的模型的话，是很容易被鹿头给架住，或者说是在交道拿得刀的，因为它就是2个钩。对，主要也是一开始他是没有想上来，是选择看能不能躲一躲。对。硬卡着，直接给祭司给卖掉，因为现在你就算过来救你，佣兵是很容易救不下来的，太容易。而且救下来，祭司也没有什么牵制的机会啊。我说了一个洞，我光走出来可能就已经红圈了。硬给个化险为夷，监管者都可以去摊一下佣兵的伤害。而且也是打鹿头这种角色，最好不要让他有存在感嘛。是的。开了2阶之后，这个赶路能力也会让球神比较头痛。年纪现在可以直接出去，只有2个钩。现在就要看第2个人，是猫猫的古董商。这古董商还是有牵制起来的一些机会的。要去抓吗？可以去考虑。先下个夹子，自己的移形反正马上也好了。你想拉出点位带不走的，现在造成一波减速。但主要古董商那个操作空间会大一点，不能离得太远，回头打一波棍，但是只打到了1次机关枪，空了1小。夺木屋的话，年姐没有来过，所以说这边交互。哎呦，是真敢翻呐！不是有云门吗？他没想到会切个兴奋，应该没想到。那这里再挂上椅子，年锦其实现在有一个4抓面了。对，现在一下就不一样了，这个妙瓦机不太够了，而且刚刚卡人的时候，李宝的佣兵是跑到了大船，你现在是倒在了小门。对，只能先让杨洋过来先卡个半血，再一个球弹开，但是手里这个钩子还在，而且这个时间有点早啊，也是被逼的要救，给一个化险为夷，对，再搏，监管者可能是想要打一波震慑了，先球弹开，但是球弹开会比较稳定，而且保证了自己的状态啊。那猫猫的话，其实后面还是有一些牵制机会的，毕竟你刚刚兴奋是交了，这也在破，飞轮也已经交过了，所以说这里是躲不了这一个夹的。尝试勾回来再打，原本也没有办法躲掉。躲，但是没啥办法。密码机不够啊，不够的，差的比较多还。你现在古董商上乙就是一个30秒进度条，这个30秒你怎么拖出来这1台的密码机呢？李宝甚至已经开始交互万往这边赶了，实在是太远了。要不想着办法跑一个不救了卖了。感觉走一个的话，还是要建立在密码机够的情况下。如果密码机差这么多，那你用兵卡来的有点太近了，哎，年姐没看到啊，看到了，
那这里先勾，哎，护腕被打断了，救不了了，甚至还给卡住了。这里是先拿一刀的，太远了，他不打更好，因为这样的话我先保证这个人淘汰。对，现在再打的话，你这个人已经铁救不了了。那这样就有一点进入到慢性四抓了。是，还是想着救，这个救主要，哇，好勾，没怎么空过哈。对，如果他真想要救的话，可能要来得更早，就是你不能亮那台密码机了。对。来，因为真的是来不及。即使他已经交了3个护腕过来，那个护腕就算没被打断，可能身位还是会差一点点。更何况还被拦到了。是的，直接去找火灾。主要火灾他手里没飞轮，他只要被勾到1下，手里也没有气囊了，就一定会倒。没错。没有什么太多的牵制能力，他只能靠自己的一个基本功。但是鹿头这个角色就克制你基本功，又勾到啊，没有任何办法。一刀完成击倒，兴奋。哇，是。这样也是可以直接恭喜G2了。神来之笔就是那波想续古董伤的时候，他是先看到你这边没有交云门了，你想要去交互，那我马上就切一个底牌兴奋，给你打一个震慑，节奏直接是无缝衔接。